香港特色炒粿条店。好的，各位早上、中午、晚上好，我是虾。这期视频和往常稍微有一点不一样，因为我回来了。在今天的视频中，我将带您一同体验广深港高铁的特色动感号列车，在全国最具特色的1等座上，由香港西九龙前往深圳北站。1年半没回来，重新被中文包围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。請注意，乘客過關前需要攜帶備電子健康申報。部分車輛又未曾於海外地區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結果，請預留充裕時間辦理出入境手續。唯一美中不足的一点是那个取证机器的嗓门不够大，那个声音听着不够爽。一地两检，然后在内地海关和香港海关中间有一片免税店。不过我今天是没时间逛了，如果时间不紧，我可以进去看一看。穿过香港和内地的2道海关后，欢迎来到闸机附近。距离开检还有20分钟，但是闸机门口已经排得如同开业前的广州早茶店一样了。虽然说后面也有候车坐席，但是谁不想排在前面，早点看到全国最漂亮的 CRH 高铁列车呢？我反正是真的愿意为了提前这几分钟看到这组车而在这儿杵着。刚才一路从东京飞过来，已經坐了好幾個小時了，不差這一會兒。車次 G5808 開往福田。歡迎搭乘港鐵 CRH 380A 型高速動車組，不是那個380，那個380是 A380，這個380是380A。如果今天出現在這兒的是 A380，那可真是世界土木工程學的一大奇蹟。港鐵於2018年將9組動感號列車投入廣深港高鐵運營。我們今天這組編號0253是9組車中的第3組，整車塗裝告別了傳統380A 的藍灰白黑樣式，增加了一道亮眼的橙色條紋。官方說象徵的是中國飛龍，不過我覺得更有孫悟空的感覺，沒有了龍的霸氣，取而代之的是孫大聖的朝氣。動感號的列車名稱印刷在頭尾2節車廂的車門旁邊，使用的是和孫悟空條帶相同的橙色配色，非常有活力，帶給人一種很年輕的感覺。而 CRH 380A 尖銳的頭型從這個角度看又有一種蓄勢待發的氣勢。一會兒這段路就拜託你了。嘛，怎麼說呢？這個椅子前後確實是1整座的間距。桌子的話，好奇怪的格局，好奇怪的結構。鈎子，另一個鈎子，就一位。没有花纹。我这个地方是公交车门口，就很容易抓错。这上面公交车门口上沿这个地方是有一点拉手的。在乘车要拉遮光板的时候，一定记住拉下面这个。如果一顺手拉到上面这个，可能流血。椅子整体的硬度，我没觉得跟CR400系列差多少，还是挺硬的。这边，这个椅子走真的很充满活力，后仰角度也不错。这是电台。这个应该是脚蹬吧？这个，但是给人感觉很玄乎，就好像那种，就是可能一大力就会容易踩断的那种感觉。補充一下，動感號每一組座位前面都有國標和英標2種插座，可以放心使用。上面的行李架没什么特点，整體的內飾風格，確實很有活力，很有。歡迎乘搭高速鐵路前往深圳班，下一站深圳班。不好意思，发车那一刻手机方向错了，没录下来，并且不知道为何手机收了一堆飞机发动机一样的声音进来。广深港高铁在抵达深圳北站前，几乎全程都是隧道，不用指望能看到什么风景，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就可以去其他车厢转转。这个车内饰还是挺漂亮的。这边是2等座，也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配色，然后是面壁情况差不多是这样。躺下来的话是都有地方坐的。哎呀，小龙虾场，哇！2等座就没有小大板了，躺下来角度好像比1等座稍微合理一点，因为它这个座稍微滑。所以1等座实际上你放到最大的那个角度吧，你整个人会往下出溜。
桌子是不能往前拉的。天，什么情况这是？合上，主要还是这个问题，这个公交出风口跟直光帘可太近的问题。所以是一样的，并且这个直光帘它拉不到对面。上面钩子的话，首先椅子后面是没有钩子的，钩子的话没有一个。差不多就这样。真稳，真稳，是那种在日本做不到的稳。回来，锁定，锁定好了。哦，这个真的是非常有活力的配色。这个水龙头，然后我刚才我试了一下，这个出的是热水，这个它的肥皂是一股类似茉莉花的清香的那种味道。然后冲水键是要摁下去的，后面这个不知道怎么弄。下面左边器也就那样。纸两卷，还有一个应该是擦手的，上面烟雾探测器。这个大白墙就很有茶餐厅的感觉，不知道怎么说合不合适，但是确实是那种很香港的那种感觉，请勿吸烟，然后没有那堆乱七八糟说明以及盲文地图了。厕所上面这个。好东西啊，这个好东西啊，这个日本的车上面可都没有这玩意儿。这里位于石港附近，旁边是 MTR 的石港停车区，动感号列车在没有任务时会停放在这里。香港796龙往深圳北区间的最高运营时速只有200公里每小时，所以无法体验到列车以310甚至350的时速飞奔的感觉。但其实我完全不在意，这张全程不到40公里的1等座车票花了我120块钱，算下来每公里的单价比在北京打车还贵。不坐的时间长一点，让车票效益高一点，都对不住这个能买2只白切鸡的价格。并且这个座位虽然看着很漂亮，但是舒适度的提升空间也确实不小。垫子很硬，布面还滑溜溜的，椅背放到最低的话，坐在椅子上甚至会往下出溜，腰部需要用一点力才能顶住。哎，真的，18分钟，39公里，120块钱，这个价格，这个体验，我就还条大水鱼，哎，气死！有一点反应慢，是这个角度怎么哇，你在照哪儿啊？这是？不过虽然做了冤大头，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。去年在日本的卧铺火车上，我曾经说过，如果外面闪过去的招牌上写的不是拉面咖喱饭，而是沙县小吃或者正宗安徽牛肉板面就好了。现在外面虽然没有他们俩的招牌，但是看到熟悉的中式招牌和阳台上种满绿植的岭南住宅楼，我还是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。在日本这1年半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但是想到21年出发时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的那种心情，面前这些可能各位观众司空见惯的景象，真的让我激动不已。如同一个在德国求学的广州留学生终于吃上了自家楼下的干炒牛河，或者美国回来的历史学者终于见到故宫城墙的朱砂红。一段历史结束了，也到了回归正常生活的时候了。而当深圳北站熟悉的国铁站台和兰利百思站牌出现在眼前，我能感觉到我的心已经飘到车外，与车站的广播声、隔壁站台的关门铃声和票机的正在处理请勿离开交织在一起。虽然这里还不是我狭义的家北京，我也要先换成另一班动车前往老家汕头胡吃海塞几天再回北京。新的旅程已经开始，但这次的目的地是9日未归的家。
回家的感觉真好。